我很多朋友说啊，特别羡慕我做一个 YouTuber 的生活，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时间跟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你比如我刚刚结束了1个多月的旅行，那这次先去了京都、大阪，跟在日本的几个频道社群的成员见了面，然后回国看望了家人，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将近40人的社群见面会。那5月初又去了台湾，在台北又举办了一场50人的见面会。那我不否认，这听起来确实挺爽的，这是很多人对时间跟财务自由的理解和想象。但是问题是啊，这并不是财务自由和时间自由的真相。因为当你真正经历了这种生活，你会发现，所谓的想走就走的旅行没有太大的意义。自由并不是幸福本身，它最多只能算一个通往幸福的车票。但是当你上车后，前面依然充满坎坷，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认为这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什么钱不重要，人应该寻找意义的那种财务自由了但不快乐的何不食肉糜的矫情视频，但这不是。我想做的是，分享我人生的4个章节，来告诉你我所经历的那些迷失、探索和思考，以及我所领悟到的关于时间和财务自由的那些微妙的真相。2014年，我辞去了人生最后的一份全职工作，开始了创业。那虽然我掌握了自己的时间，但这不是时间自由，更不是财务自由。我从之前的朝9晚5变成了朝5晚11，那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每周只休息半天。996跟这个比较起来更幸福得多。那没有创业者会去谈论什么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你生命中唯一的事情就是搞钱。虽然我的工作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但是无论到哪里工作都会跟到哪里，这比上班还要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向往所谓的数字游民的生活，因为它很难给你机会去 focus， 你既不能 focus 去搞钱，也不能 focus 去生活。在经历了1年多的努力之后啊，我有了合作的 partner， 一个高效的团队，我可以把别人的时间当成杠杆了。我的工作时间突然降低到了每周花1天来做重要的决策。那这时候的我终于人生第一次获得了时间和财务上的自由。那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摆在我面前，我应该如何利用这份自由呢？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没有能力去招架这份自由，于是我就开始挥霍这份自由。首先我开始了所有财务自由者的固定剧本，旅行，好像旅行能给人生找到意义似的。我跑遍了加拿大，然后跨国旅行，那每年都回国1到2个月。当时的我很为这份自由感到骄傲。你看啊，这是一张我们去纽芬兰旅行拍的一张照片。那我们在一条船上，大多都是老年人，只有我们2个年轻人。那我就对我太太说啊，你看，我不想像他们那样一辈子待在办公室的小盒子里，熬到白发苍苍的时候再去探索世界。我很庆幸我们现在就做到了。这听起来似乎是好像我搞明白了一切已经成功，有了意义，对吧？但并没有。后来我发现，其实旅行啊就那么回事儿，我没从旅行中找到自己的意义。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太肤浅了？但是几个月前我读了一本书《The Geometry of Wealth》，它很好的解释了这种感觉。原来我的大多数旅行的本质是一种 experienced happiness， 体验式幸福。那这本书啊，把幸福感分成一个光谱，它存在2个极端。Experienced happiness 体验式幸福和 reflective happiness 反思式幸福。那所谓的体验式幸福说的是你当前的情绪或心境，比如说你是开心还是忧郁。比如我在旅行时的一大乐趣就是吃东西，无论是台湾的各种小吃，还是日本的拉面，还是墨西哥街头我叫不上名字的各种食物，它们都属于体验式幸福感。作者说啊，这种体验式的幸福呢，往往和我们大脑的系统一思考有关。那这个系统一思考啊，来自那本著名的 Thinking Fast and Slow， 它把我们的大脑分成2个部分，系统1和系统2思考。那系统1指的是快的那部分，往往是下意识的，不需要深入思考的本能反应。你比如饿了你就想吃，渴了想喝水，看到危险就会逃跑。那这些体验式的幸福它有2个特点，第一就是它很短暂，不怎么持续，往往跟当前的感觉有关。那想要获取这种幸福感，你需要不断的去重复。那这里我多说一句啊，很多人说买东西不能给你带来幸福，体验可以，但是你要小心这种说法，因为如果这种体验给你带来的是体验式幸福，那么它跟买东西的消费主义没有区别。
那体验式幸福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并不和我们的收入水平呈持续的正相关。在收入较低时随着收入的提高，你获得的体验式幸福是不断增加的，比如你去旅行、消费、买奢侈品、吃美食等等。但是当你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去做这些事情呢，幸福感就不能继续增加。其实这个理论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大概当你的收入达到10几万美金之后，幸福感就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说的幸福感指的是和系统一思考相关的体验式幸福。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作者说其实这种体验式幸福很多时候跟幸福本身无关，它更多的是减少我们的不幸感。比如饥饿就是一种不幸，那吃饭会减少这种不幸；那无休止的工作是一种不幸，旅行能减少这种不幸；长途飞行很辛苦是一种不幸，那坐商务舱能够减少这种不幸；旅行时人山人海被挤到爆很不幸，那找个地方吃个冰淇淋就会让这种不幸烟消云散。那这些种种的不幸感也往往伴随着我们对生活和时间的不掌控感。你比如说你收入很低，家里的宠物突然病了，早上出门车又坏了，你不仅上班会迟到，你更不知道如何负担宠物看病和修车的账单。这时候你会感到非常的不幸，没有掌控感。那收入的提高能够让我们有资源去消除这些不幸感，让我们获得掌控感、独立性，获得体验式幸福。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用钱来解决。那经常有人问钱能买来幸福吗？那刚才例子就给出了答案，钱是可以买来体验式幸福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大大的但是，这种幸福感是通过减少不幸和无掌控感获得的。当那些不幸被解决之后，你不会感到额外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这种体验式幸福就不会再线性增加。那掌控感和自由能够让你抵御不幸，但是不能保证幸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自由不等于幸福。在2016年我有幸达到这种状态，但是我追求的很多其实就是消费主义，是体验式幸福的不断叠加，这无法带来更多的幸福，我也没从旅行中找到所谓的意义。所以钱和时间是资源，而幸福是需要被这些资源资助的。当你的时间和财务资源足够资助那些体验式幸福，去减少不幸后，下一步你应该去资助哪种幸福呢？那这本书的作者说应该去资助那些 reflective happiness 反思式幸福。那所谓的反思式幸福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满足感，它可以是与他人建立深厚的关系，精进于某种喜爱的记忆，争取自主选择的自由，或在更大的善中找到目标和意义。要达到这些体验所能产生的满足感，需要通过系统2的思考，和我们大脑进化出来的前额叶皮层相关，因此它们涉及更深思熟虑，比较慢。那体验式幸福和反思式幸福最大的区别在于时间维度上，体验式幸福发生在此时此刻，它的影响持续时间较短，而且涉及的主题通常范围较窄。而反思式幸福带来的深层满足感可能持续的时间更长，因为它往往基于更广泛的参与。同时反思式幸福更难获取，它往往需要你付出更多的时间、努力，甚至是经历挑战和挫折。说到底体验式幸福就是被动体验，而反思式幸福靠的是主动做事。所以当我发现旅行和消费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意义的时候，我就开始了各种尝试，折腾做事情。我开始做摄影，给人拍婚礼、拍活动、拍家庭、拍宠物，去给 model agency 拍时尚。我还做了个摄影的 YouTube 频道，我还给人家拍过说唱的 MV。现在看真的是有点尴尬，但是逐渐我发现，我喜欢摄影，但是不喜欢给别人拍照。那在尝试摄影的同时，我还做了一个教英文的频道，我甚至还做过半年关于英语学习的播客。那有段时间我每天都更新，但是发现虽然我以前是老师但是我不喜欢教英语，那于是这2个我都放弃了。我经常跟我老婆说2016年到2019年这3年似乎被我们浪费了，虽然很自由，但是很迷茫。我发现当人们说自己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机会做自己喜欢事情的时候，往往是自我欺骗，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但是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喜欢、想要全身心投入的事情。当时的我就是这样。
所以在迷茫中啊，我的作息变得非常的放纵不规律，想几点睡就几点睡，几点起就几点起，经常睁开眼已经到了中午，然后还没忙什么就熬到了半夜，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律或者效率可言。但是现在往回看啊，这些所有的迷茫和尝试又都没有浪费，因为这3年相当于我们的 gap years， 是自我探索的3年。虽然还没有找到人生的下一阶段的意义，没有完全体会到那种反思式幸福，但我做的那些尝试为下一阶段的改变做了准备。我积累大量的媒体制作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什么相机、灯光、声音设备的操作、剪辑软件的使用，还有 YouTube 的选题运营等等。这3年也让我清楚了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且我一直在读书学习，研究个人财务、房地产跟股票投资。那这些书把我彻底变了一个人，从一个追求消费主义的暴发户变成了一个追求 FIRE 的务实投资者。然后在2020年，疫情来了，我们的生活突然变了。疫情把所有人都困在了家里，我的生意也因为疫情收入大幅降低。我不仅突然丧失了行动上的自由，也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财务上的自由。但是这也给我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我终于不用再浪费时间去旅游了，可以在家好好的思考下一步究竟要做什么。走运的是啊，我疫情之前做的股票投资开始爆发式增长，这让我彻底摆脱了对主动收入的依赖，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需要担心钱的问题。于是我决定再出发。虽然之前做自媒体并没有成功，但这些尝试让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无论我怎么绕圈子，最后我总是想说话、想表达、想创作、想分享。所以我决定重新开始做 YouTube。这次我打算做一个投资理财频道，我想把疫情前几年学的财务投资知识分享出去。而且不能否认的是啊，疫情期间股票的大涨也让我得到了天时地利的机会。于是这个频道 Money XYZ 就出现了。通过不断的努力啊，这个频道上了轨道，而我也终于体会到那种 reflective happiness。这不只是因为这个频道做起来了，更因为我通过创作去学习，实现了个人成长，分享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也为别人带来了价值。就像刚才说的那样，这种 reflective happiness 来的不容易，创作是很难的，也会面临很多的挫折和失败，但是每完成一个视频，我都会感到无限的满足。我可以很骄傲的把自己叫做一个写字的、做视频的创作者，这就是我新的身份和意义。与此同时啊，我也开始重新整理我自己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任性的挥霍这份时间上的自由。我开始尝试早起，为生活打造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频道会出现那个早上5点起床的视频。有趣的是啊，它是我这个讲钱的频道播放量最高的视频。它也帮我验证了我一直的一个打算，那就是这个频道它不应该只是关于钱，它应该是关于钱和个人成长的更广泛的话题，也就是 Money XYZ 当中的 XYZ。疫情过后啊，我又重获了之前的财务、时间和行动上自由，但是这时候的我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份自由，我选择了不自由。我刚刚结束了1个多月的旅行，我发现相比起旅途中的自由，我更加期待它早点结束，回到我建立好的 routine 里面。那真正的时间自由是懂得保护自己的时间，主动选择把它花到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去挥霍它。那既然提到了旅行啊，我的旅行跟以前也有所不同，我会更加有节制。更重要的是，我开始为旅行引入难度。我甚至不做攻略，不去景点打卡，完全探险模式。比如我去墨西哥，选择住在当地人的民宿里，闯到只有本地人去的小酒馆里去聊天。那这次去台北，我还有幸访问了当地观众的家，体验了一下台北人的日常生活。那去年我去欧洲呢，更加不是常规的旅行，我遵循好奇心，探索我感兴趣的历史，并制作了几支小型的纪录片。那这种旅行和之前完全不同，他们是intentional travel， 是一种 reflective happiness， 带给我更加持久的幸福感和回忆。那在自媒体事业上，我决定再进一步建立自己的社群，一口新饭。那从零开始做一个我们没有任何经验的社群，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虽然我丧失了时间上的自由，多了份对1000多人的责任，但我做得很开心。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尝试、挫折和努力，我可以很骄傲地把一口新饭叫做一个有生命力、有自己专属文化的社群，而不是所谓的会员网站。
这个社群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惊喜和意外，给我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在这里我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读书、做早起计划、直播分享、录制播客。我这次1个半月的亚洲之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和他们见面。有趣的是虽然在真实世界里没有见过，但是一见面大家都有种多年未见的老友的感觉，怎么聊都不够。比如在京都，我们中午吃饭聊到被店家请出去，然后2次会去换个地方聊到傍晚。那北京和台北的活动原本都是设计从中午开始4个小时，这已经够长的了，但是每一场毫无例外都会有很多人待到晚上的8点舍不得离去。在台北的活动上，我还收到了一份惊喜，他们为我录制了一份特殊的视频，考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谢谢。还有一位朋友跟他的女儿给我们手绘了可爱的街机牌，也被我背回到了加拿大。那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现在的意义和我未来一段时间要做的事情：创作、学习、分享、帮助，通过社群链接志同道合的人，让改变发生，让新剧情发生。当然，如果你想参与，欢迎你加入我们。所以说了那么多，财富和时间自由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它的真相就是原来财富和时间是幸福的门票。那这本书里说人们在追求财富自由之前，应该先想清楚自己人生的意义。那这个理念我同意，但是很难做到，至少在我身上不是这样。当你处在生存模式时，你往往没有权利选择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甚至你都不知道喜欢什么，因为你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会花在求生上，就像一个全力运转的电脑一样，你没有多余的带宽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在这个阶段，你获得的每一个体验式幸福都是切实的、珍贵的，虽然它只是减少你的不幸。那这让我想起了之前一个关于财富自由视频下面的一个评论，他说这是何不食肉糜。那我对这条评论很不解，于是我就把它放到了社群里，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然后一位成员的回复让我恍然大悟，他说很多事情都是先有才能无。是这样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在讨论追逐反思式幸福之前，我们先需要体验式幸福。不过我们要警惕的是，体验式幸福它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而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因为它能减少不幸，但是不能带来更加持久的幸福。可惜的是，有太多人在求生模式中迷失了自我，错认为这些体验式幸福是全部的幸福。那求生模式追求的应该是更多的安全边际和带宽，而不是止步于体验式幸福。那我在2016年之前一直是在生存模式，为别人而活。当我终于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和带宽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发现很难找到自己的意义。这花了我3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现在也处在迷茫的阶段，请不要担心，因为总会过去。如果你现在还处在生存模式，我想说的是，你不非得等到绝对的财务和时间自由才能够追寻自己人生的意义。随着你收入的增加，你应该有意识的去给自己创造时间和空间，开始思考、探索、追求自己人生的意义。比如我们社群里很多人参加的早起计划，很多人给自己放个假gap 1年去探索人生的新可能，都是努力的在给人生增加带宽。所以如果说财富和时间是幸福和意义的门票的话，你不需要等到财富和时间自由再去买这张很贵的门票。你可以现在在自己能够喘息的时候就尽早买这张门票，哪怕它很便宜，只能带你走一段路，因为上车只是一个开始，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你最好早些踏上这个旅程。